魏无羡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决定心动不如行动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索性冲了出去，笃笃几声敲开了蓝忘机的房门。蓝忘机眨了眨眼，茫然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明明刚刚还气势磅礴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，真临到头了，魏无羡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。毕竟这事终归是有些难以启齿的，总不可能直接跟蓝忘机说没什么事，我就是来看看我们俩究竟是哪个不行的吧。想来他的表情应当是相当精彩了，因为蓝忘机脸上流露出担忧之色，急道：“可是有哪里不是？”魏无羡本要否认，却转念一想，不如将计就计。于是魏无羡便谎称自己心口有些发慌，然后靠着这句话如愿以偿地被蓝忘机扶到床上坐下。接着蓝忘机在案上点了一支蜡烛，又给他倒来一杯茶。待他喝完，蓝忘机为他把了一次脉，眉宇沉沉道：“脉象并无异常。”幽暗烛火映照之下，蓝忘机的脸庞仿若暖玉，看得魏无羡心醉神怡，恍恍惚惚地想着，要是蓝湛以后再也不用皱眉头就好了。约莫是始终没把出个名堂来，蓝忘机终于松开了他的手腕，正色道：“明日先休息，且看情况如何，再做打算。”魏无羡努力克制着想伸手为他将眉头抚平的冲动，淡声道：“我没事。”蓝忘机垂了垂眸：“是我不好，你刚结丹，不该让你长途跋涉。”魏无羡仰天长啸：“哎呀，结丹结丹，你成日除了结丹还会跟我说什么？”蓝忘机愣住：“抱歉。”魏无羡一下子后悔了，改口道：“我是说，你就没什么别的话想跟我说的吗？”蓝忘机憋了半晌，终于憋出一句：“你想听什么？”这可问倒了魏无羡，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难道这世间男男女女谈情说爱都跟跳蚤一样戳一下跳一下的吗？总不可能连情话都要他一句一句教蓝忘机说吧？更何况他这也是第一次啊！我想听。说着，魏无羡身子越凑越近，兴许是烛火太晃眼，连带着晃了人的心神。魏无羡不知从哪里多出了几分雄心豹子胆，终于决定不再佯作君子，一个翻身将蓝忘机扑倒在床。魏婴，蓝忘机在他身下几番挣扎，却被魏无羡将手擒得死死的。他咬着牙，极力隐忍道：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魏无羡紧紧抵压住他的身体。那日相会，你在信上写了什么？说说嘛，我想听。你写了那么多，怎么就不能说给我听听呢？魏无羡拉起蓝忘机一只手，将他的手指放到唇边，很轻地亲了一下，顿觉蓝忘机手指剧烈一颤。再一看，蓝忘机闭上了眼睛，睫毛微微翕动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这让魏无羡觉得自己好像在欺负他，却又忍不住要欺负得更狠些。他问：“喜不喜欢？”蓝忘机声音颤抖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强势道：“怎么了？你就说喜不喜欢我这样对你。”说着，魏无羡又亲了一下他的手指。蓝忘机长叹了口气：“你何必如此？”“什么何必如此？我就想知道你喜不喜欢我这样对你。你若是喜欢，之后还可以做别的。”没等蓝忘机回答，魏无羡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做别的了。只见他身子突地一撑，扑上前来，在蓝忘机白皙的脸庞上亲了一口。“喜不喜欢我这样亲你？”终于，蓝忘机弱弱开口：“喜。”魏无羡得寸进尺，嘴唇游移至蓝忘机的耳后，轻悠悠地贴上他的耳垂，隐隐感觉那处正在发烫。不知为何，这让魏无羡更加兴奋了，索性将他的耳垂含进嘴里，狡黠地吮吸了一口。蓝忘机整个身子痉挛似的抖了一下。“这样呢，喜不喜欢我这样对你？”蓝忘机的呼吸越发急促。“喜。”温暖的吐息撩拨着魏无羡的鼻梁，他一个没忍住，在蓝忘机嘴唇上蜻蜓点水地啄了一下。他的嘴唇也很温暖，比魏无羡想象中更甚。他不明白，这么一个冰雕雪塑的人，
为何身上会这么暖和呢？魏无羡被巨大的温暖包裹其中，四肢都变得绵软了，眼前水气氤氲，声音逐渐朦胧虚化。这样呢，喜不喜欢？喜。那喜不喜欢我？喜。闻言，魏无羡顿时僵住了。他抬起头，双手捧住蓝忘机的脸，睁大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喜欢谁？”蓝忘机连起眼皮，颤声道：“喜欢你。”魏无羡的心在胸膛中狂乱跳动。说来也怪，按理说他这么急赤白脸跑到蓝忘机床上来，不就是为了找他讨个说法吗？可当他真真切切听见那句话时，脑袋里却是一片空白。魏无羡依稀想起，当初献射归市时，他只是眼睛一睁，便感觉四肢躯干归于完好，仿佛自己从未死过。过去那空白的5个年头，都恍如一场梦。而他这番起死回生，更是混混沌沌，不具实感，仿佛是在这一刻，他才真的觉得自己活了过来。他的2只脚又一次踏踏实实地站在了这个世界上，而这都是因为有人用颤抖的声音在他耳边说喜欢他。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，而是蓝忘机。这句话对蓝忘机似乎也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功效。他彻底放弃了抵抗，静静躺在床板上，仿佛上缴了所有的底牌，手无寸铁，因此只好认了命。魏无羡眼眶一热，双手捧起蓝忘机的脸，一个个的吻如狂风席卷而来，落在蓝忘机的嘴唇上。起先短暂的拘谨克制之后，蓝忘机也认输投降，全心投入这个过于急切的拥吻中，将魏无羡的下嘴唇扣在牙关之间啮咬。魏无羡让他咬得有些疼，心中却在窃喜，没想到蓝湛接吻时还有这么可爱的小癖好。两人扭作一团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魏无羡竟鬼使神差地被蓝忘机反身压在了床板上。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缠上了蓝忘机的腰，手由上至下抚过他的抹额，又顺着头发一路往下。天地良心，魏无羡是很喜欢蓝忘机那一身白衣的，但此时此刻，这袍子难免有些碍他的事。摸索了好一阵子，他才探到衣摆下端，手从空隙溜了进去，终于摸到了蓝忘机光滑的肌肤。这时，蓝忘机身形一僵，将魏无羡推开了些，意欲制止。魏婴，你……魏无羡置若罔闻，只将他拽得更近，一边扭着脖子与他亲吻，手一边向上游移，一寸寸抚过他结实紧致的腹肌，又沿着他的肋骨绕到了他宽阔的后背。就在这时，魏无羡手上动作凝滞了。片刻后，他又像是在确认什么似的，在蓝忘机背上快速摸了几下。原本指尖肤如凝脂的触感，此刻陡然变得凹凸不平，仿佛是在抚摸一根粗糙的布绳。魏无羡急吸一口气，将蓝忘机推开了一寸，紧紧盯着他的眼睛。须臾，魏无羡从床板上挣扎而起，不顾蓝忘机畏缩抗拒的目光，不由分说地将他衣服扒开，露出底下一具雪白的、完美到令人称奇的男性躯体。正当魏无羡准备去探看蓝忘机的后背，又被另一件事物抢夺了目光。在蓝忘机的胸前，赫然是一枚太阳纹烙印，与他生前那枚毫无二致。沉默着看了半晌，魏无羡终于从震惊中回神，起身去案上端来蜡烛，在蓝忘机背后坐下。烛光微弱，却将蓝忘机背上的惨状照得一清二楚。数十道伤痕纵横交错，道道深入皮肉，虽已经结了痂，却仿佛张着血盆大口，生动而残忍地诉说着这具身体曾遭受的极刑，又仿佛跨越过经年岁月，一下下鞭笞在了魏无羡的心上。一盆冷水从头浇到了脚，魏无羡轻声喃喃：“戒鞭。”仙门中人无一不知戒鞭之威力，更无一不知其含义。一两道戒鞭打在身上，已经是伤筋动骨，足叫人数月卧床不起，寸步难行。体质稍弱一些的，直接挺不过来也是常有的事。
就算是能挺过来，等到伤口结痂，也将留下一个终生难以淡化的痕迹。而蓝忘机身上的界边痕，不是1、2道，而是数十道。为什么？你怎么会？你……魏无羡胸膛起起伏伏，几乎要炸了开来，半晌语无伦次，词不成句。烛火明灭不定，床上一片狼藉，被单被褥揉作一团。魏无羡2条腿盘坐在床上，连靴子都忘了脱，发带松松垮垮搭在头发上，嘴唇传来阵阵烫意和酸痛，想来已经肿得不成样了。